包太太您好，我是 Andy， 我现在跟包一凡在一起。我知道你已经去了岱山。安迪，你好，你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朋友说呀，这岱山很美，非要拉着我在这儿住几天，我就跟他们过来了。哎，安迪，听说你的老家也是岱山的，太巧了，真是太巧了。何必掩饰呢？直说吧。我知道前段时间您找了个金融高手帮您打理资产，不但做加了杠杆的期货，还选择了更快捷的炒单服务。你调查我？我不用调查你。你说服我帮你做海外资产的时候，单据都给我看过。我也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，我在海外的基金产业并没有随着我回国而结束。我想围着阻击你，太容易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，美国市场很快就要开，欧洲市场也正热闹。如果你和你的人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钟还不离开岱山的话，我开始做你的对家，你做多我做空，你做空我做多，你不用关心我会不会自己亏钱，我宁可自损1000，换你800。炒单加杠杆，真的太容易亏了。我可以保证让你在第1个小时之内亏掉1000万，第2个小时2000万，第3个小时4000万递增。如果你一天不离开岱山，我不光让你亏掉账面上所有的钱，我还可以加大杠杆，让你倒贴至破产。从现在开始计时，以你每个小时打给我当地的座机号码为准。就这样。喂，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阿明，我不需要跟你妈妈讨价还价，鱼死网破，谁不会？何必呢？我像是风箱里的老鼠，两头受气。我现在开始操作了，你是回避，还是在这看着？随你。Don't worry about it. Just do it. Yeah? Thank you. Bye. 两个疯子！包一凡，你现在听好啊，你去给安迪做思想工作，我给你妈做思想工作。爸，我们又能做得了谁的主呢？现在只能等他们俩谁先崩溃，不是等我妈崩溃，等安迪心软。我们这两个男人还真没什么用。不是啊，这我就搞不懂他们那么做是到底是什么意义啊！啊！你妈为什么要去查安迪，把他挖个底朝天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啊，还有你啊！你们两个是在谈恋爱呀，又不是什么深冤死仇。我们家亏钱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妈不听他的，他就立刻下手啊！疯了，真他妈疯了！包一凡，你现在跟他在一块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你不惜任何代价，拉电线也好，砸电脑也好，你要阻止他，不能让他操作电脑。听到了没有？你回话呀你！我还真做不了这主。包一凡。
这种突然自杀式的袭击，就不怕把基金里的钱全亏损掉吗？到时候没办法跟投资人交代。妈，别闹了，投资收益是按年计算的，就算您这边亏了本，安迪其他投资项目只要能赚平，就没有问题。这种事儿，你女朋友都能干得出来，她还想不想进包家的门？包家在他眼里就算是个屁。你不是在她身边吗？难道你管不了她？你们俩别合起伙来给我演戏，别给我演戏！我在包家眼里，也就是个屁。我去外面了，免得我在这儿让你为难。喂，你现在跟包奕凡正在交往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顾及他的损失？我顾不了。你的手太长，一再的挑战我的底线。你不是最在意钱吗？你一个小姑娘，你心思怎么这么狠？你有你在意的东西，我有我在意的东西。面对你的步步紧逼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。今天晚上我会盯着你，直到你离开岱山，回到你的家里。没错，你现在电话号码显示你还是在岱山。我一时还离不开这个地方，所以固定电话和区号不能变了。我已经是在回去的路上了。啊，要不然我一会儿拍一下高速服务站的照片给你。好，现在不到11点，12点之前我等你电话。等等，你说，我作为母亲，想了解儿子女朋友的家庭情况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敏感，这么疯狂。你也应该清楚，经过今天的事，我是绝不允许你再进包家的门。请你不要搞错了，你以为包奕凡爱你，就会站在你这边？他姓包，你伤害了包家，就是伤害了他。我知道，我已经做好了包子会跟我分手的准备。Hello， 安迪啊，我是包奕凡他爸爸。对不起，包总，我并非有意。对于包氏的损失，我只能说抱歉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怎么会？我非常的不愿意包太太一再的干扰我的生活。起初她以为我是魏国强的情人，跑到我工作的地方大闹，然后她不顾我的个人名誉，在这个圈子里胡乱打听。接着她又想利用我和魏国强的关系，完全不顾我的个人感受。我提出过抗议，但是没有结果。她现在带了一堆人到我的老家，要挖地3尺的调查我。我不管她跟包奕凡是任何的关系，我不认为她有这个权利。她必须马上终止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只能说很抱歉，我暂时没有别的办法。看来这个电话我应该早点打给你的，啊？我太太那个脾气我知道啊。掌控欲大，做事呢又随心所欲，从来不给别人留空间。这件事情，伯父支持你，啊？但前提是，你不能让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啊。好啊，现在精神怎么样了？现在才刚刚开盘，还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。不过最后的结果，
要看您太太回家的时间了。哎呦，这开工已没有回头箭了。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我有个请求啊，你看能不能这样子？就是你在动手之前呢，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，让我知道我的钱要被割肉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您。对您太太不玩真的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今天我会撑到最后，哪怕是通宵，我也要看到她回到家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再怎么劝你也没用了。不过呢，这为了你着想，我也为了我自己着想呢。我这边我有一个很笨的主意，啊，您听听看。好吧？那比方说呢，你已经知道我太太已经走出4个小时的路程了，那你就可以关掉手机，休息3个小时。而这个期间呢，我会帮你盯着。反正他3个小时也回不到原点，也变不出幺蛾子。等你养足了精神，啊，你再继续盯着，啊，汇报行程，2不耽误。怎么样？您的建议我会考虑的。那有缘的话，以后还是一家人啊，需要共同面对类似的问题，还会出现的。伯父这方面的经验是比你充足了一些啊。那个安迪，手下留情。虽然包子不一定理解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你忙你的。我出去透透气，一会儿回来。弟弟和往事是安迪的逆鳞，一碰就疼痛，一疼痛就狂怒。等包太太被包先生接管过去了，安迪的恐惧才渐渐散去。仔细一想，包先生说的也很有道理。现在看看，会不会有些过激？这种过激是不是也伤害到了包一凡呢？但包一凡的留言说要回来，这无疑是个温暖安迪的举动。安迪在安慰之余，也不由想到了谈判。是啊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呢？
喂，你好，包太太在吗？她现在休克了，正在医院抢救呢。你是哪位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是谁？是不是逼我们回去的女人？我是。快起来！你妈妈住院了。你妈妈住院了。我妈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给你妈打电话，一个男人接的，说她是休克，然后现在在医院。喂，我妈怎么了？小豹子，你可来电话了。刚才你一直关机，我们之前不是在往家里赶吗？你妈好好在后座休息，结果你爸来电话了，两个人断断续续吵了有1个小时，吵得特别的凶，说什么期货大亏本啊，都是你妈害的呀，还逼着他让出财权。你妈一口气没上来，倒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呢。行，等我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妈怎么样？我爸一直在抱怨我妈期货大亏本，直到现在都亏。不可能啊！我昨天晚上就停止了，我电脑都关了，你爸知道的。我爸是不是跟你说把手机关了，休息3个小时？对啊，他跟我说他来搞定你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也这么跟我说。哇，到底怎么了？包子，到底怎么了？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是我爸，他在利用你打时间差，让所有人都觉得，表面上好像是你在操控，但实际上是他在背后操控，然后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给我妈，直到把他逼到住院。他用这种方式是想让我妈下台。啊！这一家人到底都怎么了？我送你去医院。
小包总，我妈怎么样了？这边。安迪啊，来，你过来，我们3个把这个后续问题商量一下吧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就今天的事情啊，我们3个统一一下口径，免得这事情传出去之后传歪了，对安迪的名声不好。我也想。好，那既然你那么想的话，安迪，你留在这儿啊。来，我们把这正事谈一谈，过来。我妈现在还在抢救，能不能醒，什么时候能醒还不知道。您选择在这个时候封锁财务、整顿集团，您生病的时候我妈怎么照顾你的？咱能不能讲点良心啊？我以为咱们俩有默契啊，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要把你妈送出国治疗。要架空你妈，现在是最好时机。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事儿。你明知道我妈心脏有毛病，你还故意刺激她。我妈要是有生3长2短的，咱俩谁也别想好过。儿子，你跟我，咱们俩没有矛盾的。这次我原本只是想借安迪这个事情，对你妈施压，把这个财务权给夺回来。但我没想到你妈突然犯病，发生意外，那刚好，我就趁这个事整顿一下公司，把你妈安排在公司的那些人跟势力，我全部罢黜。那之后呢，我会把公司所有的财产转到你的名下，由你自己去打拼。啊，我只拿走1亿人民币和2栋房子，我去过我自己清静自由的日子。你想过清静的日子啊？事儿搞这么大，你想撇清楚了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咱俩谁也别想好过。随便你，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啊，所有事情后果我都想清楚了。老三，哎，包总，冻结公司银行账户，只进不出，具体转移事宜得算清楚之后再做操作。包总，包总啊，包总，包总。